我叫傅雪，是個混世黑寡婦。3歲時大嬸謾罵我媽後，出門就遇到了屎崩。5歲時為王姨和趙叔戀情開闢了新道路。7歲時為隔壁李寡婦尋找到了一個老實人。10歲時和哄我吃糖的孫大爺比賽倒掛金鈎，為了我的名聲，爸媽倆人死撐着不敢回老家。直到我大學畢業這年，大伯打來電話說：“你家没男孩要绝後，嫁你女兒換50萬彩禮，財產房產請點全給我兒子，按我說的做，將來祖墳有你們安葬一席之地。”祖墳？哦。咱家還有祖墳呢，早說嘛，我還沒保過祖墳。我爸是10里8鄉出了名的老實人，爺奶去世後分家，大伯說他是長子長孫，理應繼承祖宅。我爸覺得合理，於是18歲搬出家门，在地頭搭了個窩棚。5年後，那塊地被修路征用，賠償10萬。大伯說：“二弟呀，你看我這幾個兒子，都是為了咱家香火，你帮襯帮衬。”我爸覺得也行，於是10萬賠償金被要走9萬。3年後，我爸跟我媽相親結婚，跟大伯要賬。大伯眼一瞪嘴一斜：“要什麼賬？那都是叔叔赠与侄子的，還想要回去？”我媽是远近聞名的軟包子，嘴裡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：“算了算了，都不容易。”他奉行敌进我退，敌罵我聽，敌打我跑，敌追我逃。2個軟包子落在一起，是家大號的受氣包。面對大伯一家的剝削，2人一忍再忍，忍了又忍，終於忍不下去，2人收拾行李進城打工了。老家惹不起，我還躲不起嗎？也許是物极必反，他倆生出我這個混世魔王。他倆在外面受的氣，會在我這裡1000萬倍的還回來。3歲的時候，隔壁大娘罵我媽3棍子打不出個屁，結果大娘出門上廁所就遇到屎崩，大娘的慘叫聲被鋪天蓋地的糞水堵成了哑火。5歲那年，我爸從王姨门口路過，因目不斜視，被王姨記恨自己魅力衰退，堵在我家门口，說我爸对他有意思。當天晚上，趙叔的被窩格外的清香，就是被母老虎媳婦發現懷裡不知何時多了件內衣。半小時後，趙叔媳婦的咆哮聲掀了王姨家房顶，趙叔媳婦的9阴白骨爪挠花了王姨精心保養的臉皮。听說当天叫了120，王姨浑身血痕，昏迷着被人抬出去。10歲那年，巷子口的獨居大爺用糖哄我進門，說要和我比賽倒掛金鈎，結果1夜後的清晨，他凍醒了，哭着喊着：“我把全部積蓄都給你，還有10萬欠條，求你放過我！”哎呀，推脫不过，人手就去買了新房。從那天後，我的惡名覆蓋了爹媽的窩囊，他倆過上了奢侈的正常生活。直到我大學畢業這一天，從未聯絡過我們的大伯打來電話：“你家沒男孩要絕後了，我們來商量一下你家繼承的事。我找了戶人家嫁你女兒，換50萬彩禮，給我兒子娶媳婦兒，財產房產清點一下，全給我兒子做家底，按我說的做，將來祖墳有你們安葬的一席之地。”哦，咱家還有祖墳呢，早說嘛，我還沒刨過祖墳呢。回老家第1天，剛進村家門沒讓進，大伯塞給我們3條麻袋，正好農忙呢，先把地裡的玉米掰了。爸媽对視一眼，诺諾着收下麻袋，跟在大伯的屁股後頭乖乖下地。36度的高溫正中午，爸媽鑽進玉米地，吭哧吭哧掰玉米。大伯和大伯娘坐在地頭樹荫下當监工，時不时還要喊上一嗓子：“败家玩意兒！20年不回家，连庄稼活都不会干了！手小心着点，掰斷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弟妹啊，沒吃飯嗎？劲這麼小，你這速度，天黑前還能幹完嗎？不時有鄰居從旁邊路過，大伯和大伯娘順問，換上一副笑臉：“哎呀，我這弟弟就是實誠，剛到家就要幹活，攔都攔不住。你看這麼大的太陽，二弟啊，你倆喝點水再幹呀。”話雖這麼說，大伯卻腳下一踹，把盛水的水瓶踹下田埂，瓶在土坑裡打了個轉，水灑了，水瓶也沾滿了泥濘。大伯娘嗔怪道：“你看你多不小心，没事哈，不乾不淨，吃了沒病，剩下的水還能喝呢，別浪費。”他說着，拿着泥水瓶就往我媽嘴上塞。我一個箭步衝上前，捏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撇，沾滿泥漿的水瓶搶到手裡。好巧不巧，瓶口向下都浇了大伯娘一臉的泥水。我笑不打眼底，大伯娘差不多得了。大伯娘眼珠子一瞪，反了天了，你媽都不敢跟我吭声，你敢擠兑我？她眼珠子亂飄，尋摸趁手的棍子準備收拾我。我媽把我護在身後，討好道：“嫂子，他還是個孩子，別跟他計較，都20了還是孩子。”大伯娘一蹦3尺高，找不到棍子就要找石頭。我隨手撿了一塊磚頭遞給她，伯娘用這個大，打起來順手。她下意識的就要去抓，我嘿嘿一笑，兩手用力一掰，偌大的磚頭順問掰成2半，你一半我一半，看今天咱倆誰先躺下。大伯娘手指一頓，不吭聲了。她灰溜溜的跑到地頭，壓低了聲音說：“傅雪这丫頭有點邪性啊。”怎麼說？大伯娘手比劃着，這麼大一塊青磚，她徒手都能掰斷，該不會是什麼硬茬子吧？大伯眯着眼睛往我身上瞅，我披着麻袋，搖摇衝大伯咧嘴一笑，被我媽一巴掌拍得縮回頭。大伯冷笑：“碰巧了吧，这俩窩囊廢能生出什麼好種？你也收斂點兒，明天看人的人就來了，要是能看上他，咱們能落50萬。”大伯娘點頭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眼看天色不早，到了飯點，大伯娘叫上我媽回家做飯，當然她負責叫，我媽負責做，顛顛的跟上來，我也去幫把手唄。大伯娘看我的眼神有點虛，連連擺手：“用不着你，你幫你爸掰玉米吧，做飯的事情你媽一個人就夠了。”我笑眯眯的目送2人回家，地頭只剩下監工的大伯和幹活的我爸，以及滿場亂竄的我，笑容慢慢失了溫度。從回到老家到現在才過去5個小時，大伯一家對我爸媽辱罵35句，嘲諷70次，試圖動手6回。以前我沒回過老家，不知道為什麼一提老家，爸媽總是心有戚戚的樣子。
现在我明白了，是被打怕了，骂诺了，没有一丝丝温情，只有数不尽的剥削和算计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给他们留面子。看着大伯娘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，我转头撸起袖子，扛起鐵鍬，来到田地裡2座小土堆。大伯，這是誰的墳啊？大伯脖子一揚，與有容焉般說道：“爺爺奶奶。”哦，哼，就是那個偏心眼子，慫恿大伯對我爸壓榨的爺爺奶奶哦。哼哼哼。二老在這裡埋了幾十年，多無聊啊！來，孫女頭一次回家，帶你們二老旅遊。話音一落，鐵鍬飛舞，在大伯反應過來之前，一通狂挖了1米深，眼瞅着就要把墳頭掀了。你住手！大伯暴喝一聲，跑過來阻止。我扛着鐵鍬就跑，跑到另一座墳頭上一陣狂挖。大伯急得直拍大腿，又來攆我。我奸啊！這麼多年翻牆頭砸糞坑的經驗在，我能被他捉到。他攆我就跑，他傳我就挖，不出10分鐘，他連我的衣角都沒摸到。爺奶的墳頭已經被我推平了。大伯眼睛都紅了，你知不知道這是咱家祖墳，是咱家的風水呀！你這是要斷了咱們家的根啊！是你家的風水，不是我家的，我不心疼。扔了鐵鍬，我轉頭又抱來一堆玉米杆，壘好之後喊道：“大伯，你別急，我有解救的辦法。人家都說祖墳冒青煙就有大好事，您瞧好了。”話畢，掏出打火機點燃那堆玉米杆，乾燥的玉米杆浴火熊熊燃燒，順吻包裹住2座平墳頭。大伯，快看呀！你爸媽着了，這不比冒青煙更紅火？你就等着過好日子吧。大伯眼一瞪，口一張，整個人直挺挺的往後倒，居然被氣暈了。幾十歲的人咋這麼不經氣呢？好巧不巧，他正好倒在我之前掰斷的磚頭上，咔嚓一聲，這一下是真的昏過去了。我爸勾着頭跑過來，有些着急地說：“你趕緊跑吧，就說是我幹的。”我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再把點燃的火堆弄滅。跑什麼跑？遊戲才剛開場，我還沒玩夠呢。這才第一個，家裡還有個大伯娘等我的問候呢，我怎麼能走？哦，對了，聽說他把我賣了是吧？總得看看是誰活得不耐煩了。爸，心放肚子裡，跟我回家。我爸猶豫，你大伯放心吧，死不了，區36度，太陽暴曬外加氣機雜暈而已，多大點事兒。溜溜達達回到大伯家，我媽在廚房裡熱火朝天的炒菜做飯，大伯娘坐在客廳吹着空調嗑瓜子，時不時還衝着我媽喊：“陸雲啊，抽空把衣服洗了，記得用手洗，順手的事。”我媽沒吭聲，但已經動手把髒衣服泡進水盆。大伯娘對此很滿意。你是個有眼力見的，但你那閨女着實不像話，在外面都養野了，居然敢跟我動手。不過你也不用擔心，我給她介紹的對象家裡都是厲害的，總能把她教乖。正教育着，在臥室裡休息的大堂姐起床了，毛蓬的頭髮，穿着睡衣，滿臉不耐的喊：“媽，怎麼還沒開飯？”大伯娘把瓜子一扔，扭頭就衝着廚房咆哮：“陸雲，手腳麻利點，沒聽到我閨女都餓了嗎？再在那磨蹭，看我不收拾你的！”轉頭又擺出一副笑臉，衝着大堂姐安撫：“你再去睡會，等飯好了我教你。”大堂姐沒動。媽，我剛聽說你給付雪介紹對象了，我還單着呢，怎麼沒見你給我介紹呢？大伯娘壓低了聲音：“你當是什麼好事嗎？一屋子家暴的玩意兒，純粹是為了給你哥換錢的。明天你早點出門，別讓那人看到你了。要是被那家看上纏上，有你的苦頭吃。”大堂姐滿意了，腰肢一扭上了樓。大伯娘回頭看到剛進院子的，臉上的笑容：“你倆怎麼回來了？你大伯呢？”我撓着頭憨笑，低頭睡覺呢。我看他睡得香，沒忍心叫他。大伯娘不疑有他，只拿白眼狠狠剜了我。回來的正好，你媽一個人做飯太慢，你去幫幫她。好嘞，我麻溜就要鑽進廚房，我爸一把拽住我。這老實了一輩子的男人，頭回露出反抗的情緒。小雪，你去玩，我燒。我眨眨眼，你不怕大伯娘罵你？我爸悶哼哼地說：“他罵就罵，我當聽不着。憑什麼他閨女睡到日上三竿，我女兒就得當丫鬟？這裡有我跟你媽忙活呢，你不要沾手。”鼻腔裡湧起一股酸意。別人都說他是窩囊廢，是這個窩囊廢，即使害怕，也要為了女兒進行小小的反抗。欺負他可以，欺負女兒不行。就這麼拉扯的2分鐘功夫，大伯娘又尖叫了，一個個耳朵聾了，還不幹活？我死了！我拳頭一緊，推開我爸：“您站遠點，別傷到您。”我爸緊張：“你要幹嘛？”幹嘛當然是幹活。進了廚房，水池裡泡着大伯娘一家的髒衣服，挽起袖子，拎起一件裙子，質量太差，自己碎了。再拿起一條褲子，小手一擺，屁股上就出現2大洞。我媽看得心驚膽戰：“你這麼搞，你大伯不得氣炸了？”放心吧，炸不了，大伯還在地頭暈着呢。不出5分鐘，一盆髒衣服變成一盆碎布條，在我精心侍弄下，破碎的衣服在晾衣架上依舊完好。大伯娘滿意，女孩子就得勤快點。廢話不多說，我拎着水盆進了屋。大伯娘還有沒有衣服要洗的？不等她回答，我一頭扎進他們臥室，打開衣櫃瘋狂往外拽，甭管是乾淨的還是不乾淨的，裡頭的還是外頭，一股腦的扒拉出來。再拉開上方的儲藏櫃，冬天的羽絨服、大棉襖，春秋的薄厚外套，隆冬的大棉被，通通往外搬。一個屋子搬空，再上樓一腳踹開大堂姐的房間。堂姐尖叫：“付雪，你發什麼瘋？別問，問就是勤快瘋。”
我抱着一大堆衣服，整个人如充满动力的小马达，跑到院子里全都摁进大水池。大堂姐追出来，急得跳脚：“爸，傅雪把我衣服全拿走了，我现在全屋上下只剩下身上这套睡衣了。”大伯娘拦住他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傻逼。白得的劳动力你就让他干呗，反正现在是夏天，一会儿就干了，不耽误你换。走走走，回屋歇着去，就让这傻子使劲洗。两人搂着回屋了，我心满意，甩開膀子就是洗。雖然洗衣服慢，但是撕衣服快，不到1個小時，2間屋子的衣服都被我扯成破抹布，掛滿一整個院子。清風吹過，滿院子都是破布條子。我看着這勞動成果，滿意的點，順手把私藏下來的大伯娘內衣隔着牆頭砸進隔壁家臥室。洗完了衣服，我又鑽進廚房。媽，飯做好了嗎？我媽點點頭。剛出鍋的小雞燉蘑噴着香氣，我拿盆子盛滿一盆塞給我爸，你倆出門吃。催着2位出了門，我轉身就把廚房點了。讓我爸回老家當苦力，我就把你祖墳保了；讓我媽千里回家做飯，我把你房子都點了。夏天天乾物燥，灶堂裡的火星子見柴就着。等到黑煙滾滾，火苗亂竄之際，半個村子的人都驚動了。當一群鄰居拎着水桶盆子衝進來救火時，大伯娘還在悠悠地嗑瓜子，吐着瓜子皮揚聲問：“弟妹，飯做好了嗎？”村長對着他破口大罵：“吃，就知道吃，房子都燒着了沒看見呢！”大伯娘渾身一抖，整個人清醒過，等到看見原本好好的廚房，此時燒成了廢墟，整個人都蹦起來了。傅園、陸雲，我讓你們做頓飯，你們居然敢放火！此時我們娘仨早已經吃飽喝足，盆子一扔，嘴巴一抹，從人群後擠出來。我可憐巴巴地問：“做好了呀，大伯娘，你沒去廚房吃飯嗎？”“哎呀，都怪我，你家衣服太多，我爸媽幫我搭衣服去了。”“大伯娘，你氣性也太大了，吃個飯怎麼還能點着房子助興呢？”村長聽完，滿帶褶子的眼睛眯了起來。都是一個村的，誰還不知道誰家那點破事呢？早20多年前就知道傅家偏心老大，老大是家裡的寶，老二是家裡的草。傅老大把老二擠得沒有活路，遠走他鄉。想不到20多年了，傅老二回老家頭一天，就被人指使着洗衣服做飯當丫鬟。哦，對了，上午還有人說傅老二一家門都沒進兒，就被拉去地裡幹農活。嘿嘿。一群蠢出升天的東西，懶死！眼看着明火撲滅，剩下一地狼藉。村長揮揮手，讓來幫忙的人都散了。大伯娘急到要報警，這肯定是老二一家故意縱火，您可得給我做個證啊！村長眼皮都沒掀。怎麼是你有監控，還是我親眼看到了？這是你家，你的廚房。老二一家剛來頭一天，不僅客廳歇着，先把你家廚房點了。老大媳婦兒做事之前，先動動腦子吧。大伯娘啞口無言，村長懶得多話，扭頭就走。臨出門，視線在我這邊掃了一下。小雪，哎，第一次回村做事，悠着點。哼，您放心，有數呢。半下午，低頭睡覺的大伯終於回家了。好家伙，那張臉都被曬脫皮了，整個人又黑又紅，潑着一雙眼珠子賊拉白，看着跟非洲友人似的。一進門還沒來得及衝我發飆，先被自家的頹垣斷壁驚到了。怎麼回事？他看着比他臉還黑的半壁廚房愣住了，不可置信地問大伯娘：“你瘋了？沒事，燒什麼廚房？”大伯娘憋了一肚子氣，一蹦3尺高：“是老二一家點的，不是我，我就是在家嗑2把瓜子，出來廚房就不見了。怎麼一個個都怪我？你還有臉說我？家裡都燒着了，你就只顧着睡大覺？我願意睡的嗎？我是被人氣暈的，沒看到我臉都曬傷了嗎？大夏天的暴曬天氣，誰樂意在外面睡啊？”大伯眼刀子往我們一家3口身上扎，我們多無辜啊！我爸看天，我媽看地，我摳手指，但沉默到底不太禮貌。於是我開口：“大伯，你餓嗎？我給你做晚飯。”還做一頓飯就燒了個廚房，再做一頓家都沒了，用不着，你等着吃吧。行嘞，我裂開大大的笑容，拎着行李就去一間空閒的屋子安置。媽一輩子都沒闖過這麼大的禍，沒預料過會如此輕飄飄結果。此時此刻十分忐忑，他們不會對我們下黑手吧？我讓他把心放肚子裡。來之前不是說把我賣了50萬嗎？那錢還沒到手，他們不會輕舉妄動。我爸更擔心了。要不小雪你趁夜跑吧，總不能真被賣了。爸，你覺得他們那點招數能賣掉我？我爸想了想，那我們還留在這裡幹什麼？趁早走吧。那怎麼行呢？不怕賊偷，就怕賊惦記。賊都如此光明正大了，不讓他們如願，後面會有數不清的糾纏。那你打算怎麼做？他們不是要拿女孩換彩禮嗎？我堂姐可還閒着呢，這等好事得讓他們自己內部消化才合理啊。第二天，許是害怕夜長夢多，也許是大伯一家對我生起了忌憚，天剛亮男方就上門了，來了一男一女，母子2人。男的30出頭，看起來不太聰明的樣子，但是人長得5大3粗，一身腱子肉，他媽一雙3角眼，從進院子起眼睛就滴溜溜直轉。大伯娘壓低聲音說：“人在1樓最裡面那個臥室，一會兒我把他爸媽引出來，讓陳海進去後鎖上門，這樣能行嗎？萬一他報警？”大伯娘一擺手：“你怕什麼？哼，這是在我家。”
誰能證明？你不用真做什麼，只要把場面做實，讓他說不清楚，到時候他百口莫辯，只能答應婚事了。对方思忖片刻后点头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商量好。大伯娘扯開嗓子喊：陆雲，老二出來幹活了！我們一家早醒了，就等着他叫呢。當即爸媽應聲而出，臨出門我爸還囑咐了一句：別出人命，其餘隨你來。開玩笑，人家都用損招了，這還能忍？明人還有3分性呢。既然大哥一家如此沒有底線，他也沒必要再講情面，大不了魚死網破。爸媽一出門，我轉頭上樓敲響大堂姐臥室門，她還沒睡醒呢，迷迷糊糊的揉着眼睛開門，連人都沒看清，張口就喊：媽，這才幾點啊？找我幹嘛？我一個手刀砸在他脖子上，人就軟了，扛起人下樓扔進臥室，床上被子蓋好，然後從後窗戶翻牆而出，戲台擺好，坐等看戲。陳海是個腦子蠢的，他媽讓他幹啥他幹啥，聽話的鑽進臥室，反鎖上房門。10分鐘後，房門裡傳來女孩尖叫的聲音。爸媽聽到動靜，從院子裡急急忙忙跑過來。我怎麼聽到有人尖叫？糟了，小雪還沒起床，是不是她出事了？我媽說着就要往屋裡闖，正得意的大伯娘一把攔住她。着什麼急？在自己家裡能出什麼事兒？可能鑽出來一只老鼠，嚇到傅雪了吧？媽急得出了薄汗。不會的，小雪膽子大，輕易不會嚇成這樣。剛剛不是還有個男的嗎？他去哪兒了？大伯娘和陳媽對視一眼，臉上掛上不懷好意的笑。聽剛剛那動靜，不用說，肯定是陳海得手了。再懶他幾分鐘，生米也得做成熟飯。我媽急得跺腳。那男的呢？他人呢？你们把他藏哪儿了？她越說越害怕，当即又要往裡衝。你說話呀！大伯娘死命拽人，一邊拽一邊勸：你別急，那陳海是個老實人，是我給傅雪千挑萬選的對象，我還能坑自家侄女嗎？一小年輕在屋裡說2句話又怎麼了？你可別進去壞事了。你放屁！誰家女兒還沒起床，就任由男的進臥室的？再拽我跟你們拼命！大伯娘撇撇嘴，很不以為意。一個軟包子，再拼命又能怎麼着？拉扯間，臥室裡又陸陸續續傳來幾聲尖叫，中間夾雜着帶哭聲的呼喊：“媽救我！”這一句呼喊聲完整的傳出來，讓大伯娘愣了一下，這聲音怎麼聽着像自家閨女？疑惑間，臥室裡傳來響亮的耳光聲，陳海暴怒的聲音響起：“就是你媽讓我進來的，再不聽話，我揍死你！”傻子！下一秒，尖銳的女聲怒道：“你說了多少遍？你搞錯對象了！”大伯娘臉色大變。恰在此時，我啃着包子進了門，看見房門前拉扯了一堆人問：“大清早這麼熱鬧啊？吃了嗎？”大伯娘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。你怎麼在這裡？我揚着手裡的包子。餓了，家裡沒廚房，我出去找點飯吃。大伯娘一拍大腿：“你在外面，那屋子裡的是誰？”我遞給我媽一個眼神，我媽收下，乖乖的閃到一邊角落看戲。倒是大伯娘像瘋了一樣衝到臥室門口，拼命砸门。陈海，你把门开開！不開！我媽說了，這是我花錢買的媳婦兒，就是我的人了。大堂姐崩潰。把這瘋子弄走！不管幾個人如何尖叫哀嚎，那房門依舊穩如泰山，因為這是為了困住我特地加固過的。如今倒好，牢籠送給了親閨女。大伯娘拍不開門，轉頭就對着陳媽發飆：“快讓你兒子把門打開！”陳媽有些不樂意：“說好的，臥室裡困住一個女孩，我兒子進去把戲做足，婚事就算定下了。如今雖然出了點岔子，但影響不大。你就說那臥室裡關着的是不是女孩吧？只要是個女的就行，是誰無所謂。但是要是半場開門，這大戲不就白準備了？你要是再不開門，我就報警！你報唄，這是在你家，我兒子是你送進去的，協議是你出的，錢你也收了。就算警察來了，我兒子頂多算嫖娼，你閨女可就是賣淫了。”大伯娘氣急，陳媽倒是不生氣，還有心思反過來安慰大伯娘：“反正事情都這樣了，乾脆將錯就錯，跟誰結婚不是結啊？之前說好的50萬，我照樣掏。”聽到這話，大伯娘還要發怒，大伯反倒是冷靜下來，一把抓住大伯娘。大伯眼神飄忽不定，看得大伯娘心底一涼。當家的，你什麼意思？大伯沉吟一下，開口道：“是誰不重要，給兒子湊錢最重要。”大伯娘腳下一個踉蹌，開門的手也停了。在屋裡聽到些許動靜的大堂姐崩潰了，她不敢相信。前後幾分鐘而已，親爹親媽就這樣把他給賣了，還賣給一個傻子。爸爸，我可是你親女兒。哎，事情已經這樣了，你也要體諒一下你哥哥呀。放心吧，無論怎麼樣，你都是我們最疼的姑娘。好一個最疼的姑娘！這個疼法只出一張嘴。我從院子裡掰下來一條粗棍子，走進屋，在一群寂靜下來的人中，一起一腳踹上門，咔嚓一聲，半邊木門被我踹碎了，露出裡面的場景。大堂姐淚流滿面，面如死灰，身上的睡衣被撕成了破布，她縮在角落裡死死護住自己。陳海在一旁上下其手，但因為大堂姐抵死不從，整個人都發狂了。與其說是在占便宜，不如說是在虐待人。
大堂姐裸露出來的皮膚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，狼狽至極。我彎腰進了門，大堂姐張了張嘴，卻沒臉跟我開口求救。她知道這一場局本來是設計我的，但我提前識破。如今自己淪落成局中人，她反倒沒臉面對我。我掂了掂手中的棍子，咱倆的恩怨先放一邊，你说吧，这個男人你想怎麼辦？大堂姐死灰般的雙眼驟然明亮。不許，救我一次，我報答你。成交，你去堵門。我拎着棍子砸在陳海的腿上，頓時殺猪般的慘叫直抵冲雲霄。門外的陳媽急了，罵罵咧咧往裡面闖。大堂姐眼疾手快，外加心中的滔天恨意，放倒一個桌子死死堵在門口。一時間，外面的人進不來，裡面的人出不去。陳海被我擠在牆角，揍成三孫子，打到最後人都哭了。都是我媽讓我做的，你要打就打我媽呀，別打我！看他身上沒剩什麼好肉，一棍子把人敲暈。報警吧！不能報！門外的大伯一聲暴喝，大堂姐愣了一下，兩行淚就那麼無聲的落了下來。不報警也行，我心裡琢磨着，像拎死豬一樣把陳海扔了出去。陳媽哭喊着接住兒子，但她不敢再鬧，只能灰溜溜的抱着兒子回家了。出了门，大伯娘哭着抱住大堂姐，心肝肉的叫個不停。大堂姐嘲讽一笑，今天這事我不追究，就當還你們了。她說完竟直上樓，把自己鎖進屋子裡，再不動靜。半夜窗戶被人敲響，我翻出窗戶，看到大堂姐拎着行李箱站在屋後。我要走了，走之前提醒你一句，明天不要在家裡吃飯喝水，我爸媽的損招多着呢，他們对那50萬不死心，打算明天迷暈你們一家3口，把你打包送給陳海換錢，給你爸媽制造一場車禍，這樣就能拿你換50萬。他靜靜地把計劃和盤托出，我聽了一點意外都沒有。你預料到了，我攤手，不然呢？一個親閨女都能拿去換錢的人，還能大發慈悲放我們走嗎？這一趟回來本就是吃人不吐骨頭之旅，他們沒打算放過我們，我也沒打算放過他們。大堂姐嘆氣，你心裡有數就好。總之，祝你好運。說完一伸手，借我件衣服穿吧。為什麼？大堂姐眼神悠悠，不知道哪個好心人把我衣服全洗成破布了。我呵呵把這事兒給忘了。隔天一大早，大堂姐已經人去樓空。大伯一家對女兒的消失一點也不着急，反而去訂了一桌子菜，盛情邀請我們一家吃飯。這反常的舉動，生怕別人不知道是鴻門宴似的。我們一家3口對視一眼，直接敞開了吃。這是我辛辛苦苦換來的正常飯菜，不吃白不吃。飯後10分鐘，我們十分配合的暈倒在地。大伯的笑容一掃而空，露出本來的嘴臉。大伯娘心情不爽，別說了，趕緊把人送到陳家去，錢不拿到手，我心裡發慌。你把那破面包開過來，把二弟這倆送到山頭上，隨便找個懸崖推下去。對外咱們就說他們回家了，過個10天半個月，就算被人找到，骨頭渣子都沒了。我被裝進麻袋裡，晃晃悠悠送進陳家大門。陳海有點不情願，就不能換個人嗎？這女的打人可疼了。不是給你弄暈了嗎？你把他手廢掉，就不會打你了。行吧，交接完畢。呸！這一家子窩囊廢費我那麼大功夫。大門一關，陳海扭頭找了個錘子，回頭就對上我黑白分明的雙眼。我笑眯眯地說：“你拿錘子打誰呢？”陳海一個哆嗦打我自己。下一秒，小鐵錘落在自己的身上，清脆悅耳。簡單出個氣，我拎着陳海出了門，隨便租了一輛車，順着我爸媽的定位，一路開到人跡罕至的荒山。陳海從一開始的瑟瑟發抖，變成後面的鬼哭狼嚎。別殺我呀！別殺我！我知道錯了，買賣人口是犯法的，我回去就自己去公安局啊！謝謝，放過我吧。閉嘴！再說把你扔下去。看着路邊陡峭的崖坡，陳海閉嘴了，把自己縮成一團，啜泣成小可憐。不多時，車輛登頂，遠遠就看到大伯的破面包車。此時此刻，大伯和大伯娘正推着車子往一面崖壁下走。不過10米，車子就能翻下懸崖，粉身碎骨。聽到汽車的引擎聲，大伯回過頭看到了我，臉色瞬間大變。你不是暈倒了嗎？他也明白事情做絕，再說這種話已經是廢話。沒等我回復，他便心一橫，正好給你留條活路，不要非要跟你爸媽一起死，那就一起上路吧。他張牙舞爪地衝我撲過來。車子裡的陳海見狀，捂住臉不忍直視。他對他侄女的戰鬥力真的沒有一點逼數啊！他都沒見過我出手的模樣，所以當我一腳把他盆骨踹碎的時候，他整張臉都是錯愕而痛苦的。他趴在地上爬不起来，我脚踩在他臉上。大伯意不意外，驚不驚喜？誰說軟包子只能生軟蛋？沒聽過那句話嗎？物極必反。我爸媽被你們欺負一輩子，到我這裡進化成大魔王了。大伯娘遠遠看到這一幕，棄車而逃，但並沒有跑太遠，被我爸媽從車上下來追上去，一把揪住頭髮拖了回來。2人拖到一處，我媽臉上全是憤恨。欺負人也就算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居然敢下死手！
而我爸漫長的沉默後開口，是極致的失望。大哥，我從沒有對不起你，你為什麼這麼對我？這話憋在心裡幾十年了。他一直認為親兄弟打斷骨頭連着筋，雖然人都有小心思，但無傷大雅。大是大非面前，親兄弟永遠是自己最可靠的隊友。没想到這輩子把他逼出老家的人是大哥。家裡我是長子，我一個就行了，憑什麼多個你？咱媽說的沒錯，你只配當我的血包，供養我。我爸閉上眼，轉過身，身體彎了好幾分，從沒有渴望過親情，但此時還是會傷心。我問陳海：“你会開車嗎？”陳海搖頭：“不會啊，不會。”正好我把大伯和大伯娘捆好，塞進面包車裡，再把陳海安到駕駛室。這是油門，這是剎車，這是方向盤，有手就會。從這裡開到山腳，咱倆的恩怨一筆勾銷。陳海眼睛一亮，說話算話。當然，陳海興奮了，一腳油门踩下去，引起大伯和大伯娘的怒罵：“下山不要踩剎車，慢着點，摔下悬崖我们就死了。”山腳下早有警車等待，把一车人都抓了回去。有陈海家大堂姐和我們一家3口的口供。大伯和大伯娘的罪行板上钉钉，我們留在老家一直等到宣判，两人被判了10年。判决下来的当天，我那個素未謀面的大堂哥終於回家了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大伯和大伯娘的東西打包扔出了家，對外聲稱這倆人太丟人，他要跟父母劃清界限。隨後又給大堂姐打電話：“爸媽都進去了，你還在外面瘋？趕緊回來嫁人，彩禮錢還能給家裡救急。做你的大頭望去吧，那是他們活該。”大堂姐送給他半小時的國罵，隔天就去了非洲。許多年之後，我的孩子都上小学了。聽說大伯和大伯娘出獄後被大堂哥趕出家門，他倆不敢惹兒子，但敢惹女兒，一紙訴狀把女兒告上法庭，要求女兒贍養。當女兒的還能不管爹媽死活，法院肯定得判他拿錢。就是他在外面發大財，咱們在家裡受窮，這天底下沒這樣的道理。大堂姐連庭都沒出，在判決書下達那天起，每個月按最低標準金額全部買成成人紙尿褲寄回老家。反正贍養費給了，你們花不出去那是你們的事。什麼人居無定所，收都沒收到，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你就說我記沒記吧。